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西安的雁塔区。这个地方呢是秦二世陵遗址公园，也就是说，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胡亥就埋葬在这个地方。之前我也来过，上次是看赵高的画像，这次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个秦二世的陵墓，以及呢了解一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。在2000多年的封建史上，大部分人都认为秦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秦始皇去世，赵高、李斯伪造遗诏扶持胡亥登基，后面呢他们乱来，导致呢秦王朝灭亡了。那是否真的如此呢？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，甚至说是根本的原因。曲江秦二世陵遗址公园，这个地方离大唐不夜城很近呢，就几公里距离。秦二世呢就埋葬在前方一点点。秦二世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，一个大秦帝国在他手上弄得分崩离析，最后呢二世而亡，所以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差的。现在这个地方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小区，网上经常有人开玩笑说，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，敢跟皇帝住在一起？当然这是玩笑话呀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秦王朝的历史以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。这里有一组雕塑，还写了“天下一统”，就是秦始皇和他那些王公大臣花了差不多10年统一天下，然后治理天下，最后呢却是在胡亥短短的差不多4年时间，导致大秦帝国崩塌。整个大秦帝国就是秦王朝存在了15年的时间，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。秦始皇是大概公元前230年开始进行统一战争的。秦始皇去世的时间是公元前210年，从统一到秦始皇去世，他大概就治理了大秦帝国10来年的时间。秦始皇当时统一6国，面积还是挺大的，他当时把全国分为36郡，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省级这样划分的。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地图，齐楚燕赵韩魏秦嘛，秦国是在最西边，所以秦国历代那个国君啊，都说要东出，要出函谷关，然后争夺天下，最后是在秦始皇那个时期实现了。也就是说，秦国呢是6代国君的积累，7代人的努力才最终统一天下。是哪7个人呢？第一是秦孝公，第2个呢是秦惠文王，第3个呢是秦武王，第4个呢是秦昭襄王，第5个我忘记了，他是秦始皇的爷爷。第6个呢就是秦异人秦章襄王，第7个就是秦始皇。7代人一起努力才最终统一天下，结果呢二世而亡，葬送在胡亥手里。所以说一个帝国啊，培养一个继承人是非常重要的，早点确定继承人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秦国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选好接班人，所以说在之后的那个王朝啊，特别是汉朝，特别注重对那个继承人的培养，早早的确立太子，这个使得呢，万一皇帝出现什么意外，帝国呢能够稳序的进行传承。很多王朝都是这样的，很早就确立太子了，因为在封建社会，国体国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说的通俗一点，你只要继承人确定了，那些阴谋家、野心家呀，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。这个说的是在正常的或者强大的王朝时候啊。在这里呢，看到钱币的样子，这个是当时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，他随即呢就进行很多政策性的改革。你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统一度量衡、修筑驰道，还有统一货币，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推行竞选制、废除分封制，经济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社会文化上面实施书同文、车同轨等等。那这里呢就可以看到钱币，大家发现没有？一种是这样的，一种是这样的。
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说，在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全国之前，每个国家它都有货币，就是相互不通用的，去你那边要换，那等于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如果出国，如果你也用现金的话，也是要换其他国家的那个钱币的。那么当时七国之间就是这样的。秦始皇肯定也是看到这个弊端了，统一之后就把货币统一起来了。那么整个国家流通一种货币，这个当然是好事了。统一后的秦废止了战国后期六国旧钱，在战国秦半两钱的基础上加以改进，以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通行全国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、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。确实啊，秦始皇创建的这些制度啊，影响了2000多年。这里也展示了很多盔甲，这是秦朝那些士兵穿的，叫做秦战甲。战甲呢是古代军队官兵防御冷兵器侵袭身体的一种披甲。大家看这些可能是铁的吧？那其实，在古代啊，基本上只有将军才能穿铁的。那一般士兵穿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差一点，有些是布皮，有些是那种皮等等。那这些战甲呢，一般是由规则的小块片状金属或者牛皮缝制而成，是古代官兵必备的作战服。那这个肯定是象征着秦军的威仪，他们拿着长矛，他们这个是手中握着秦戈，这个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武器啊。秦国当时能够统一，它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秦国的实力远胜于东方六国，从那个经济、军事、制度，就上下一体啊，他们都比其他的国家高出一大截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他们的技术啊，就是武器的技术也先进。现在往前走，秦二世皇帝陵就在前面。大家说秦朝有几位皇帝啊？秦朝就2位皇帝，秦始皇和秦二世胡亥。很多人会说秦朝是不是还有第3位皇帝叫子婴？那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皇帝了，因为赵高把胡亥杀了之后，就等于是赵高完全掌权嘛。后面子婴把赵高杀掉了之后，他就去皇帝号，自立为王。所以说秦朝只有2位皇帝。秦二世皇帝陵，这个可以称之为三门。进去看一看，这个人呢，确实是能力一般呢。在这个里面，在三门里面还有一些画像，就等于是分为2派，一边呢是胡亥，一边是扶苏他们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胡苏，看看这个画像，秦始皇的长子，他机智聪明，在政见上常与秦始皇背道而驰，被贬至上郡协助蒙恬修筑长城，后面自杀身亡。这个人呢，怎么说呢？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上面，很多人呢为他愤愤不平啊，说他如果不去世，如果是他接掌皇位，秦朝呢可能不会灭亡。是否真的如此呢？我们等一下细说。但是整体来讲，看这个画像，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君子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几位皇太子是很多人觉得可惜。第一位就是说他非常可惜，就是作为秦始皇的长子嘛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汉武帝的长子刘据，很多人觉得可惜。最可惜的就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，确实是非常可惜。还有一个很多人觉得可惜呢，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。所以很多人都在说，如果父亲是一个伟大的帝王，他儿子的下场就是最受他父亲喜欢，一开始培养的这个儿子啊，一般下场都不会太好。这个是蒙恬，当时胡苏要自杀的时候，蒙恬还劝他，结果胡苏没听，等于是蒙恬呢没有守住，
那其实胡叔一死，蒙恬的下场也大家都知道了，他也是被秦二世赐死。那这2幅画像呢，就是陈胜、吴广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。另外一边呢，就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3人组合，最主要的是赵高和胡亥。就一直有一种说法，2000多年都是如此啊，就是秦始皇死后，赵高和李斯呢，他们伪造遗诏，扶持胡亥登基，后面快速的导致秦帝国、秦王朝灭亡。李斯呢，也是被赵高陷害，最后呢被下令腰斩了。所以李斯这个人，他当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，他等于是背叛了秦始皇，最后自己的下场很好。那其实关于这个伪造遗诏啊，到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点疑问。等一下我们说秦朝灭亡的原因，再仔细来说一下。现在看看他们的画像，这个是秦二世，中国历史上第2位皇帝。这个是李斯，官至丞相啊，背叛了秦始皇。可以说秦帝国的创立有他的一部分功劳，结果呢，也是由于他一部分原因推向了深渊。就是这个人呢，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更重一点。赵高，这个是臭名昭著啊，说到他，人人都觉得他这个人太过分了。大家看他的画像，是不是感觉很阴险呢？让人不寒而栗，特别是那个眼睛啊。他最后呢是被秦王子婴所杀。在这个地方还有几组雕塑，这里展示的就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在沙丘病逝之后，赵高、李斯、胡亥3个人密谋，按照2000多年的说法，是他们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。本来他是想让扶苏继位，后面他们改成胡亥继位。那这里呢，就是说的他们在密谋这个事情。关键人物还是在李斯身上，如果李斯不同意，他们2个是没有办法的。结果呢，李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同意了他们2个人的劝说。因为李斯他自己是不得扶苏的喜欢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如果扶苏登上皇帝位，他可能就慢慢的要退居二线了。那么当时胡亥和赵高可能就答应他，如果胡亥登上帝位呢，他仍然是丞相，权力地位仍然是有的。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没多久呢，他就被赵高和胡亥2个人弄死了。像这组雕塑呢，就是指鹿为马，这个大家都学过了，是一个成语，但是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个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故事。具体的话，什么意思就不用讲了。这个呢就是胡亥，这个就是赵高。当时赵高为了显示他的权威，也可以说为了打击异己，他就牵了一匹鹿过来上朝，然后跟秦二世说这是马。那秦二世就哈哈大笑，这怎么可能是马呢？这明明是鹿。然后赵高就问那些大臣，到底是鹿还是马呢？很大一部分大臣说这就是马，那极少数的人说鹿，就是说鹿的人是不奉和赵高的。结果后面很快就被赵高处理了。那赵高呢，这样就达到了独揽整个朝政。其实还是胡亥没有本事啊。按照当时来讲，胡亥他只要有想作为，赵高是不是胡亥的对手的？这里有一组雕塑，是秦始皇出巡的场景。就秦始皇啊，东巡过5次吧，第5次在沙丘病死。那么在历史上面，很多人都在说秦始皇出巡是为了游玩，其实不是啊。一个这样伟大的地方，他怎么可能会去游玩呢？主要就是由于当时秦国是刚统一天下嘛，很多东西不完善，然后秦始皇他是为了稳固他的江山，就是去各个地方巡游，相当于震慑天下嘛，就向天下表示我秦始皇在，有我在，大秦帝国就不会出现问题。也确实是如此啊。尽管当时秦朝有很多矛盾，但只要秦始皇在一天，
全国呢是不敢有任何的动静，也包括那个六国的遗老遗少。其实秦朝灭亡的一个很大原因推动呢，就是那些六国的遗老遗少在推动，包括反秦的势力也是以他们为主。因为比较代表的就是项羽，他是楚国的，当时还有魏国各个地方的，张良呢是属于韩国，反正很多这样的人呢。那秦始皇呢，他就全国各地那个巡游，所以大家不要理解错了，秦始皇并不是一个贪玩的人。那这一块大家发现没有？上面是秦始皇的马车，下面是鹿，但是这个鹿感觉比较破。那这组雕像呢，就是展示的末路。秦始皇一生都在巡游，秦二世呢也创造了高速巡游的记录。秦王朝的兴衰呢，都有巡游伴随始终。那么在秦末那种政治危局中，秦帝王的那个乘舆啊，就是他的马车，在残阳余晖中也走到了尽头。秦始皇巡游，他是为了稳固他的江山，震慑天下；而秦二世呢，可能就真的有一点是去游玩了。前面这一块呀，就是秦二世的陵墓了。不知道当时秦二世有没有后悔呀？其实作为秦二世来讲，他是一个帝王，他也不想祖宗的江山丢掉，只是说他能力不足，然后他又信任赵高，还有一点呢，确实他自己太过分了。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人，他在前半生努力的就争夺皇位，结果呢，争夺之后他没有能力，这个国家快速的败亡了，很多这样的例子。这个就是封土堆了，秦二世就埋葬在里面。封土的直径是25米，高5米，算是一个中小型的封土堆。在公元207年的时候，秦二世被权臣赵高胁迫自杀，以庶人之礼葬于这个地方。中国历史上第2位皇帝就这样结束了。胡亥这个人呢，他早年是跟随赵高学习法力，等于赵高是他的师傅，等于他是非常信任赵高，也很听赵高的话。他能够继承帝位，赵高呢也算是立了大功劳。他登基为帝之后，统治呢是残暴统治，基本上算是杀光了他的兄弟姐妹，对那个不听话的文武大臣也是不放过。这样大秦帝国的统治就岌岌可危，最后呢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，这样就导致了连锁反应，大秦帝国就快速的灭亡了。秦二世的墓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来说一说秦朝灭亡的原因。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，包括现代呀，大部分人都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胡亥和赵高乱搞，才导致秦王朝快速的崩塌。那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原因，根本的原因的话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可能还跟秦始皇有关。在秦始皇和他们王公大臣用了10年的时间统一了全国，大概是公元前230年开始进行统一战争，到了公元前221年，他们就灭掉了东方六国，统一起来。那这个时候，秦国啊，秦始皇他们确实还没有做好统一天下的准备，他们以为统一战争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没想到这么快，短短的10年就灭掉了，就是说没有做好怎么治理一个庞大天下的准备。秦始皇、嬴政，包括他们秦国的王公大臣们，治理一个秦国可以，当时他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很多跟东方六国是不一样的。那么统一六国之后，他们就把秦国那套制度完全搬到其他东方六国去了，这个就有点不兼容。就是说，他们有治理一个小国家的经验，没有治理一个大国的经验。就像打个比方说哈，现在我今天是作为一个车间的主任，或者是一个车间的那个负责人，那明天总公司叫我去总公司做总经理，我干不干得了？干不了。这就是一大原因，因为东方六国的百姓生活几百年跟秦国是不一样的。
一个呢平时比较松散的生活，然后就是说比较讲究随性，而秦国呢是完全按照法律、按照制度来生活，什么都有人规定好了。那肯定，你如果说要东方六国其他一下按照秦国那种生活方式，肯定是受不了了。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在秦始皇手上了。我们经常说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情。那秦始皇呢，他统一天下之后，他想把所有的事情在他手上完成，留给他后代一个很好的平整、平稳、各方面完善的帝国，这就有点不太现实了。当时秦始皇建立统一王朝之后，他做了哪些事情呢？我们刚刚说的统一货币，这些就不用讲了。关键是他还干起了无数件的大工程，修建陵墓，这是一方面。然后呢，修建阿房宫，修建长城，修建秦直道这些。你想一想，一个经过了几百年战乱的国家，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去建造这些工程？秦国也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征伐，东方六国也是，就当时整个社会啊，都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征伐，老百姓还有各方面的人都是受到战争的摧残。这些大的工程都是需要人去修建的，那么你这些等于是徭役，这样大量的人去做徭役，那生产肯定跟不上。那生产跟不上，在当时来讲，经就不行，国库没有那么多钱，这样的话，下面就矛盾比较深。特别是当时法律又非常严苛，去徭役的话，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，就要问责，从而说当时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，可以说是一呼百应。那刘邦为什么会起义呢？也是由于受到那种严苛法律的影响，他完不成任务。如果他不起义的话，那秦朝就会找他算账。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，它最重要的是要休养生息，要发展经济，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。而秦国呢，秦朝却不是，秦国打了几百年，关中的老百姓，他们为秦国付出了上百年的时间。那秦国胜利了，那老百姓什么想法呢？我就想着，战争结束了，我要好好的生活，享受战争的带来的福利，就是能够做自己的事情。结果秦朝没有，战争结束了，他们还要负沉重的劳役，还要负担可能比以前更重，那这个老百姓就不答应了，就是慢慢的有点失去了人心。东方六国就不用讲了，本来就跟你秦国不是同一条心的，然后你各种制度呢又比较严厉，那我肯定不干。而秦国的以前关中的老百姓呢，就是也是这样想法，我为你们赢氏江山付出了这么多，结果赢了我就没得到什么，那肯定也不太干。那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，他呢废除分封制，采用郡县制。这个郡县制当然是好了，能够加强皇帝的权力，中央集权。因为在当时秦始皇呢看到了分封制的那个危害，你像东方六国很多都是采用分封制的，包括之前的周朝采用分封制，那导致中央的权威受损，对治理天下不好。那秦始皇呢就把分封制解除，采取了郡县制。那这里呢，秦始皇就得罪了整个利益集团军工集团。你像王翦，当时统一天下那些将军文臣武将，他们都希望分封，因为这样分封能确保家族的利益。说的再通俗一点，我跟着你皇帝干，跟着你的国君干，我为什么？肯定是为了我的家族延续，为了呢我家族继续后续的发展嘛。你如果说把分封取消了，我只能做一个将军，那什么都没得到，肯定不行啊。那当时那些秦国的军工阶层，他们知道秦始皇的威望很高很高，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就说了，心里可能会这样想：既然在秦始皇你这里讨不到分封，那我们就隐身吧，我们不跟你秦始皇作对，那么我们就退隐了。那秦始皇等于也是同意了，因为他们想着
就等秦始皇去世，让扶苏上台，他们还有希望，因为扶苏当时一开始也是赞同分封的。那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啊，秦始皇去世了，扶苏也没了，那胡亥呢又打击，所以整个秦国这些本土军工阶层呢，其实相当于他们也放弃了这个嬴姓家族，也放弃了嬴氏江山。从而大家可以发现，刘邦进攻关中的时候，他没遇到什么抵抗，就证明整个当时关中就是秦国的大本营老秦人，他放弃了，这个是放弃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跟着这个秦国没有好下场了，因为他们看到秦始皇统一了，没有得到好处；秦二世乱搞，他们也没有得到好处。而刘邦进入关中呢，弄了一个约法三章，那这个时候，秦国的老百姓就算是迎接了刘邦的进入关中，他快速的稳定局势了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刘邦称帝之后，他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，他采用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。那么后面的封建社会基本上都是采用刘邦的这种方式，只是说规则的大小而已。还有一点就是秦始皇对东方六国那些贵族的处理，按照封建社会来讲，新王朝取代旧王朝，那一定会对旧王朝那些皇室进行处理。我们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把他杀害掉。而秦始皇没有，他统一之后，那些东方六国的贵族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。秦始皇呢，把他们接到了咸阳来。那么当时那些六国贵族跟之前东方六国那些地方的人还是有联系的。那秦始皇死后呢，没有人震慑，那么他们很多人呢就鼓动之前他们老地方的那些人进行造反，相当于起义了。那么秦国大秦帝国，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是被项羽和刘邦击败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些六国的相当于遗老遗少，他们也出了很多力，在当时还组建了一个联盟，先入关中者为王。后面项羽进入关中之后，大封王啊，就是把这些六国移下来的人呐都封王。你像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，她当时就是魏王豹的一个相当于妃子，后面刘邦把她击败了才娶过来的。不知道后面的封建王朝，他对前朝的那种处理是不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秦始皇在生前没有选好继承人。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，一直都在说赵高、李斯他们是伪造遗诏扶持胡亥登基的。那其实这个是有疑问的，大家认为的资料是在史记中记载，但是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并没有介绍他们是伪造遗诏的。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，就算是伪造，也没有人知道。赵高、李斯、胡亥他们自己不可能说出来的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，当时那么多反秦势力，没有一个人拿那个伪造遗诏这件事情出来说，就证明啊，他们本身是认可胡亥做这个皇帝的，只是说胡亥当皇帝没有当好。那么这个胡亥呢，很有可能确实是秦始皇选出来的继承人，只是说他没有选好而已。扶苏一开始是秦始皇的属意人选，但是后面跟秦始皇的政策想法背道而驰，算是被发配到九原去了。那基本上就排除继承皇帝的位置了。选做继承人，那等于是进一步的把秦帝国推向了深渊了。这么多的原因，再加上胡亥登基之后进行了残暴统治，赵高的乱搞，最终呢导致全国各个地方爆发了很多起义，使得秦朝快速的灭亡。那这些综合起来才算是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，并不是由于赵高和胡亥两个人的因素，他们两个算是导火线，当然他们两个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。如果是胡苏登基为帝，就算秦朝会灭亡也没有那么快嘛。
这是我分析的一些原因，当然可能还不是很全面，如果有欠缺的话，大家可以说一下。反正我觉得一个王朝、一个帝国，它的灭亡肯定是多方面的原因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慢慢积累才导致这个帝国快速的崩塌。你像中国封建史上面20而亡的王朝就2个，一个秦朝，一个隋朝。这2个朝代尽管很短，但是在中国历史上，它的那个存在感、价值感、创造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。他们2个王朝也是快速的崩塌，其实算起来，秦王朝崩塌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